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第16世大宝法王的预言信函全文和转世的经过。第16世大宝法王名叫让炯日佩多杰，在圆寂之前他把一个密封的织锦护身符交给了4位弟子之一的大司徒仁波切东游宁切。当时东游宁切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预言的转世信函就藏在这个护身符里。1981年11月5日，第16世大宝法王圆寂。此后多年，弟子们苦苦地寻找这个预言信函，始终不知道在哪里。直到11年以后，1992年，东游宁切偶然地打开这一枚随身携带的护身符，才发现其中竟藏有预言信。这封预言信以一首藏文的寄颂的形式写成，充满了隐喻。这个寄颂中文翻译是这样的：多么殊胜自觉就是福，法界是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界的。由此往北，雪地的东边有个国度，那有神妙的雷声，时而自然地响起。在美丽的游牧民族之区，有牛为征兆。方便是敦珠，智慧是洛拉嘎，生在土为用之年，如神迹般的白色物发出的声音缭绕，远远的传闻来，这就是大家所识之格玛巴。他的一切为东游宁切尊者所证实，不分教派，他遍布十方，并不只亲近某群人，也不远离其他人，他是一切众生的守护者。佛陀的法教犹如太阳，持续地放射着光芒，利益他人。这封预言信被发现以后，由第16世大宝法王的4位弟子一起解读，他们逐句破译了诗中关于转世灵童的出生地、地理、家庭和出生的隐喻。这封预言信是这样解读的：前2句呢是没有实际的预言内容，我从第3句开始解读。由此往北，在雪域的东边有个国度。16世大宝法王圆寂之前一直在西金弘法由此往北，那西金的北边就是西藏。雪域的东边，西藏就是雪域就在西藏的东部。第4句，那儿的神妙的雷声时而自然地响起。西藏东部昌都有一个地方叫拉多，这拉多的意思就是神妙的雷声。第5句，美丽游牧民族之区，有牛为征兆，说明转世灵童出生在这个东部的牧区西藏的东部昌都就有很多的牧区，有牛为征兆。巴郭村巴的意思就是牛。第6句，方便是敦珠，智慧是洛拉嘎。转世灵童的父亲名叫敦珠，母亲名叫洛拉嘎。第7句，生在土为用之年，指转世灵童出生在藏历牧牛年1985年。牧牛年的牧是从土里长出来的，牧牛年的牛是用于耕地的这就是土为用。第8句，如神迹般的白色物发出声音缭绕，远远的传闻来。白色物指的是白色的海螺在转世灵童乌金赤烈多杰出生以后空中神奇的响起海螺声，长达1个小时。第9句这就是大家所识之格玛巴，他的一切为东游宁切尊者所证实就是指大司徒东游宁切会带领大家找到这个16世大宝法王的转世灵童。基于以上解读，4位弟子呢派寻访队前往西藏展开寻访。1992年，在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市拉多乡巴郭村，找到了完全符合预言征兆的男孩乌金赤烈多杰，被正式的认证为第17世大宝法王。
同年，在拉萨的楚布寺正式坐床。自从西藏历史上有第一位转世的活佛格玛巴西，到现在800多年了。如果从国家的层面看，中央王朝对藏传佛教活佛正式册封始于明代，就是公元1407年，明成祖朱棣正式册封第5世格玛巴为大宝法王，由此确立了国家册封的先例。到了清朝，顺治9年，公元1652年，清世祖顺治帝以很高的规格正式册封第5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赐予他金册金印，还给予了非常丰厚的赏赐。5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之后，用顺治帝赏赐的金银修建了13座寺院。从此，达赖喇嘛的封号和政治合法性必须经由中央政府册封，从此开始制度化、法律化。康熙52年，公元1713年，清圣祖康熙正式册封5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班禅体系和达赖体系并立，这标志着清朝对藏地2大活佛系统的国家册封体系完全建立。此后，历世达赖、班禅以及其他重要的活佛，比方大宝法王，还有昌都地区的帕瓦拉活佛，他们的转世认定都必须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册封。再说一说达赖班禅转世体系。宗喀巴大师，我们讲过，他老人家被称为法主仁波切。他圆寂之后，格鲁派并没有立刻进入转世体系。宗喀巴有一个弟子叫根敦珠巴，拉萨的扎什伦布寺就是他创建的。1474年，根敦珠巴圆寂之前，他明确地表示自己将会转世。4年之后，弟子们找到他的转世灵童根敦嘉措，从此格鲁派开始了转世传承。格鲁派的转世体系比格举派的大宝法王转世体系晚了200年。但是格鲁派后来居上，出现了2位在西藏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根敦嘉措圆寂之后他的转世灵童是索南嘉措。明朝万历6年，公元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和索南嘉措在青海会晤。俺答汗呢，在这个时候皈依了藏传佛教，他授予索南嘉措圣十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封号。达赖喇嘛的这个称号从此就开始了。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象征他的智慧如大海。索南嘉措就被尊为第3世达赖喇嘛。此前的根敦珠巴和根敦嘉措就被追认为第1世达赖和第2世达赖。转世到了第5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这五世达赖的老师名叫洛桑曲杰坚赞。在他的老师圆寂之后5世达赖为了感念自己的恩师的教导，决定主持寻访自己恩师的转世灵童。从这一刻起，格鲁派第2个重要的转世体系班禅体系出现了。5世达赖喇嘛找到了自己恩师的转世灵童洛桑益西，清朝康熙帝呢就册封洛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班是梵语班智达的简称，指精通5名学问的学者。5名学问是语言学、工艺技术、医学、逻辑学、佛法。班禅的禅是藏语广博的意思，额尔德尼是蒙古语珍宝，它的意思和藏语仁波切是一个意思。一个封号里面用了梵语、藏语、蒙古语3种语言，意思是
学问广博，精通五明学问，珍宝一般的学者，并赐给他金册金印。这就是五世班禅。前四世班禅都是追认的。五世达赖亲自给洛桑一西剃度受戒，并取法名，他就成为了自己恩师转世灵童的老师。这是班禅和达赖成为师徒关系。从此他们之间，班禅和达赖长者为师，幼者为徒，就成为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他们互为师徒，互相寻访对方的转世灵童。前世我教你，这一世你教我。这一点从修行的角度看非常令人感动。就像今天正在听我讲故事的你们，也许在前世我也曾经听你们给我讲过故事。需要明确的是，转世的活佛并不比我们特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转世而来的，区别只在于他们选择在转世中继续修行，继续承担弘法的责任，而我们更多的是在世俗中生活。从修行的角度讲，我们前世也可能修行过，只是在这一世我们在民间，不在寺庙里。修行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解脱烦恼。烦恼从哪来？从执着来。当你真正断除了我执，比方说别人骂你，你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被骂的我，烦恼自然就不存在了。在大乘佛法中，断除我执只是阿罗汉的境界。要进入罗汉，进入佛的境界，还要断除法执。佛陀在《金刚经》中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就像帮助我们渡河的船。当你渡过了河，这个船你就不用再背在身上了。当你真正抵达智慧的彼岸，连佛法本身也不需要再执着了。这就是究竟的解脱。我们修行的目的，不管是大乘佛法，或是小乘佛法，声闻乘、缘觉乘还是菩萨乘，无论你修的是哪一乘，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解脱。解脱生死，解脱烦恼。至于你要去帮助多少人，那是发心发愿的问题，并不是说修小乘佛法你的发心就一定小，也不是说修大乘佛法你的发心就一定大。简单来说，小乘佛法是以成就阿罗汉果或辟支果为目标，追求个人的解脱。乘呢是车的意思，小乘就是小车，一辆只拉自己一个人的车。菩萨乘就是大乘佛法，就是实现自我解脱同时发愿利益众生，将无量众生渡到彼岸，建立佛国净土。大乘就是大车，承载无量众生的车。大乘小乘并没有高低上下之分。当年直接跟佛陀修习声闻乘的，恰恰是福报最大的一批人，因为他们是亲眼见到佛陀，亲耳听闻佛陀讲法，亲身的追随佛陀修行的人。这样的福报，你说能小吗？到了后期，传承佛陀原始教法的，也被称为声闻乘。今天东南亚地区所流传的南传佛教就是以原始教法为核心，就是声闻乘，也是小乘佛法。需要说明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声闻乘指的是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佛陀讲法的。从佛陀的原始教法到后来的大乘、小乘佛法形成这是佛法不断发展的过程。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位觉悟的导师，那个时候只有僧团是以佛陀为核心的修行团体。这段时期被后世称为原始佛教这是佛教的源头。但作为一个拥有完整的僧团制度、戒律、教义、制度化宗教，是在佛陀涅槃之后大约400年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佛教，只有佛法。佛陀是一位已经觉悟的导师，他
他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这两位圣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带着弟子游学讲学，向弟子传授知识，答疑解惑。他们都对求学的弟子无差别的接纳，这叫有教无类。他们都尊重弟子的个体差异，并据此因势利导，这叫因材施教。他们都坚持启发式教学，而不是灌输知识，这叫循循善诱。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都是用自身的生命实践作为向弟子教学的教材，用自己的人格去印证自己所宣说的真理，这叫以身作则。佛陀和孔子这两位东方的圣者他们的教学是照亮人类心灵的两盏明灯，一盏灯指向超越生死、内在解脱，另一盏灯指向维系人伦、现世秩序。佛陀在世的时候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授佛法，由弟子们听闻记忆。佛陀涅槃之后，以大迦摄尊者为首的弟子们，为了维护佛法的纯正，让正法能够流传下去，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郊外，举行了一次结集。举行了第一次结集，弟子们开始把记忆中佛陀口传的教法整理成书，新授的佛法只能用新授的方式传承了。我们讲禅宗的时候再讲。由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由他意念诵出佛陀的教诲，让曾经亲耳听闻佛陀讲法的弟子们共同审定，确认内容和佛陀所说一致之后，才可以被确立为正式的经文。由此形成了最早的佛教经典《阿含经》。阿难尊者在回忆念诵的时候用一句话作为开场白：如是我闻，意思是我是听佛陀这样说的。从此以后，佛陀亲自为弟子讲的佛法，经过正统结集的，就以如是我闻作为佛经的第一句。在咱们中国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弟子中公、子游、子夏、子贡担心老师的思想失传，首先商量把孔子口传的思想记录下来，他们和留在鲁国的弟子们根据记忆整理记录，编纂成书，这就是儒家经典《论语》。论者，弟子和老师的讨论；语者，圣人之语言。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佛陀和孔子放在一起讲？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当年的佛陀和孔子一样，都是伟大的人生导师。佛陀为我们留下的是佛法，是指导我们证悟不生不灭的本心真我，从而获得解脱。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他所创立的修行僧团给我们留下的是佛法，而不是宗教。佛教是在他老人家圆寂之后400多年之中逐步的才形成的。这两位圣人向弟子传道授业解惑，本质上都和宗教没有关系。所以能不能开悟，能不能证悟解脱，和宗教形式无关，而是和佛法有关，和修行有关，和实修实证有关，和出家修行还是在家修行无关，和烧香磕头无关，和任何外在的形式无关。佛陀涅槃之后大约100年左右，僧团内部开始因为戒律因为部分的教义的理解不同发生了分歧。首先分裂为2大根本部派，上座部和大众部。我们今天常说的小乘佛法，就是传承下来的上座部的教法。上座部教法以《阿含经》为核心经典，在修行方法上，上座部主张4念处的修行，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里观的意思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主动的、专注的觉察事实真相的过程。
观身不净当你专注的觉察，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身体从生到死，从内到外都不曾干净，五脏六腑、涕泪痰涎皆为秽物。观身不净是让我们消除对自己身体的贪爱和执着。观受是苦，就是你的一切感受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瞬息万变，像波涛一样起伏不定。洞悉了这个道理，顺境不生贪恋，逆境不生嗔恨，平庸不生愚痴，内心方得清净。观心无常。现在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除了在听我讲，你们心里面现在各种念头也是此起彼伏。你现在就观察你心里升起的这些念头，是不是刹那生灭，变化无常？你要认识到心念无常这个本质，让自己不随妄念漂流，而达到解脱烦恼。观法无我，这个法就是世间的一切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它们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就如镜中月，水中花，没有自性。离开了因缘和合，世间的一切都不存在，世间没有恒常不变的实体这就是四念处的修行。通过这种关照，断除贪嗔痴，最终证得阿罗汉果，实现个人的解脱。小乘佛法主要传播到了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这些东南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南传佛教。我们今天常说的大乘佛法，源头是大众部大众部主张修菩萨道而成佛。大乘佛教以《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等等为核心经典大乘佛教主张众生皆可成佛，修行不应该局限在个人解脱的层面，而应该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行菩萨道，历经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的意思是无量多，不可计数，就是说菩萨道修行成佛呀，不是一生一世可以完成的，要经历3种不可计量的劫数，实践6度万行。行菩萨道要发下誓愿，是要度化一切众生，然后成就佛果。比方说观世音菩萨发下了12大愿第一大愿是誓愿度尽一切众生，消除众生烦恼。第12大愿是誓愿和一切众生共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中间的那些我不说了，大家有兴趣上网查一下。地藏王菩萨发下的誓愿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度尽众生，方证菩提。其实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早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早就可以成佛了，但是他们发下誓言，还要继续行菩萨道，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这就是大乘佛法，更为普世化，更强调利他。我们再聊聊烧香拜佛灵验不灵验的问题。真正的佛菩萨他不会干涉任何人的因果，一个寺庙灵验不灵验并不是佛菩萨决定的，是这个人的业力和因果决定的，是他自己的修行决定的。佛菩萨不干涉任何人的因果，更不去改变任何人的因果。在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但很多人到五台山并不是去礼拜文殊菩萨，而是去拜龙五爷。龙五爷是南海龙王的第5子，掌管人间的财富分配。世间的神愿意去做这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情。不是所有的神都证悟了空性，因为没有证悟空性，在世间层面就会去帮助一些人，求子求财求姻缘。但这种帮助本身是有概率的，并不是所有人去求都会灵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神起到的作用也只是祝愿。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布施过，从来没有种下过因，那么他再怎么去求也没有果，因为没有种子。
哪里会有结果呢？社会上传说的那些故事，某个人到了某个寺庙拜了神，立刻心想事成了，一传十，十传百，然后这个寺庙的香火就很旺。这些情况大多属于幸存者偏差，人们往往更容易注意到灵验的案例，不灵验的就被人们忽略了。所谓的灵验，实际上是你的善缘成熟了，业感显现了，并非是寺庙本身有灵。善缘就像春天的播种，秋天才可以收获，不是一播种就可以立刻成熟，甚至没有播种你就想要果子，这是不可能的。寺庙它本来是佛法僧三宝住持之地，这里是提供清净的缘起之地，本来不应该是一个交易的场所。灵验与否，其实都是开玩笑的话。世俗所求的所谓灵验，大多是现世的福报，比方说健康、事业、财富、姻缘。然而佛法的真谛是以般若智慧照破无明，解脱生死，这才是最大的灵验。而且我们常说，在家孝敬父母，比你跑到寺庙里烧香拜佛还灵验。为什么？因为父亲是财星啊，你想要求财，就对父亲好；母亲是印星，你想身体好、有能量，就对母亲好。家里有两尊佛，你不拜，却有很多人千里迢迢跑到寺庙去烧香拜佛。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